每隔500年，天庭就会召开一次隆重至极的蟠桃盛会。参加蟠桃盛会不仅是身份的象征，还有机会博得玉帝的青睐，从而分得蟠桃享用，以此躲避天灾。蟠桃盛会由来已久，早就轰动了3界，不仅各路神仙，甚至就连一些妖魔鬼怪都幻想分得一杯羹。蟠桃盛会后来也成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导火线。既然蟠桃盛会邀请的都是名流人士，为何却没有菩提祖师的名字？值得一提的是，菩提祖师虽然只是一名山村教师，但他的强大毋庸置疑。通过孙悟空的拜师学艺的经历，我们知道菩提祖师身怀多门法术，单一门72变，一门筋斗云就能让孙悟空投胎换骨，判若两人。只要菩提祖师愿意，他完全有实力在天庭占得一席之地，区一个蟠桃盛会自然也是手到擒来。有的读者认为，孙悟空在蟠桃园偶遇了7仙女，通过7仙女的阐述，我们得知赴宴名单中并没有菩提祖师的名字。然而菩提祖师的法术超凡脱俗，他完全可以像《青狮经》那般大闹天宫，闯出名堂。天庭在见识了菩提祖师的高强法术之后，必定会发出邀请函，请菩提祖师赴宴入席。可见参不参加蟠桃盛会，完全在于菩提祖师自己的决定。可已有108000高岁数的菩提祖师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蟠桃盛会，这又该如何解释？菩提祖师之所以不愿参加蟠桃盛宴，和他的真实身份有关。首先，犀牛贺州是如来的地盘，如来拥有一双能够洞察3界的慧眼，万事万物都无法逃脱他的眼睛。可菩提祖师却在犀牛贺州开山立派，广收门徒，最后打造了一位大闹天宫的刺头孙悟空。其次，菩提祖师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他既然早早的知道孙悟空生有反骨，为何不亡羊补牢，反而急急忙忙地将其扫地出门？种种迹象来看，菩提祖师极有可能故意只传法术，不传礼教大防。得了神通的孙悟空会如何？目中无人，心高气傲的他必定会四处惹祸，最终大闹天宫。随着孙悟空被压五行山，菩提祖师和方寸山也跟着销声匿迹。只因菩提祖师是某位大神的分身，他的目的已经达到，自然可以功成身退。关于菩提祖师的真身，一直以来都有2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，菩提祖师乃太上老君的一个分身。理由一，太上老君身为3清之一，有毁天灭地的本领，他的坐骑、道童都可以将孙悟空揍得鼻青脸肿。可太上老君不仅让孙悟空逃出了八卦炉，还被孙猴子啄了一把。理由二，太上老君也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然而他却在节骨眼上将兜率宫的门卫、道童全部撤走，让孙悟空将金丹吃了个酣畅淋漓。第二种说法，菩提祖师是如来佛祖。理由一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，如来赶到第一现场之后，没有着急和孙悟空动手，而是耐人寻味地说了一句话：趁早皈依，切莫胡说。但恐遭了毒手，性命顷刻而休，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。理由二，如来领了玉帝的圣旨，并没有斩杀孙悟空，而是将他从西天门推出，压在了犀牛贺州和南瞻部洲的交界处。500年之后，如来启动了取经计划，他让孙悟空加入了取经队伍。取经之路刚走到一半，如来就凑到孙悟空的耳边说了这么一句话：攻城之后，汝一座莲台。莲台代表成佛，也就是说，如来早早地在暗示孙悟空，只要成功地将唐僧送到灵山，你也可以成为灵山诸佛之一。从如来的言行举止来看，他似乎对孙悟空颇为偏袒和偏心。不管菩提祖师的真身到底是谁，太上老君和如来佛祖都是非同小可之辈。就算玉帝知道了菩提祖师的真身又如何？敢怒不敢言的玉帝只能忍气吞声，默默地陪着老君如来演完这场闹天宫的大戏。在这场宏大的叙事之中，菩提祖师的不参与蟠桃盛会并非简单的隐匿或忽视，而是一种深邃的谋略和远见。若深究其背后的缘由，
不难发现，这其中蕴含的是一场关于天道、因果与修行的深刻讲述。菩提祖师，无论其真身是太上老君还是如来佛祖，都代表了一种超越于世俗权力斗争之上的智慧与境界。他们不受世俗名利所困，不被权力斗争所动，更重视的是法道的传承与生灵的觉醒。在他们看来，蟠桃盛会虽是天庭的大事，但与大道的传承相比，不过是浮云一场。孙悟空的出现，不仅仅是菩提祖师传授法力的结果，更是一场大型的道德与智慧的考验。通过孙悟空的故事，菩提祖师向所有生灵展示了，即使是天生具有反骨的强大生灵，也能通过修行和努力，最终成就正果，回归本性。这背后是对因果循环、修行至上的深刻展现。菩提祖师的不出现在蟠桃盛会，实际上是对天庭的一种超脱。他们不需要通过参加盛会来展示自己的地位或力量，因为他们的力量和地位早已超越了这些表面的象征。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引导和帮助更多的生灵走向觉醒和解脱，这是一种更为高深和长远的目标。通过孙悟空的历险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是在面对各种考验时的坚持不懈，还是在成就正果后的谦逊自持，都深深体现了菩提祖师的教导和影响。孙悟空的成长之路，实际上也是每个生灵修行向善的缩影。这样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传奇，更是一次次对于生命意义和修行目标的深刻探索。众所周知，孙悟空是从石头中孕育出来的，他并不是天生就有这一身本事，而是通过后来的拜师学艺练就的。我们今天在谈到孙悟空的师父是谁的时候，几乎所有人都会脱口而出，认为是唐僧。其实，孙悟空还有一位师父，传授了孙悟空一身本领，这位师父就是菩提祖师。孙悟空出世以后，四处拜访高人，想要拜师学艺。最终他来到了菩提老祖那里，并拜其为师。菩提祖师本来不打算收悟空为徒，但是有感于悟空的一片诚心，所以愿意将他收入门下。孙悟空在菩提祖师那里学艺7年，练就了一身本领。虽然孙悟空作为一只猴子，天性比较调皮好动，但是学到的天赋还是极高的，因此才能在7年的时间里学到这么多本领。倘若换作常人，可能一辈子也学不到这个境界。其实，作为菩提祖师这个境界的仙人，不可能看不出来孙悟空将来会怎么样。他其实心知肚明，孙悟空将来会走上一条取经之路，所以心里早就做好了打算，不会长留悟空在身边的。他早就看透了天意，自然也不会违背天意而做出逆天而行的举动。因此，在孙悟空学有所成之后，菩提祖师就找了一个借口要赶走悟空，这也是无奈之举。其实回想起来，悟空并没有做出什么十恶不赦、大逆不道的事情而值得被逐出师门。作为一只顽劣的猴子，他只不过有一些虚荣心，想在同门之间炫耀一下自己的本领而已。这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不可饶恕的过错。但是菩提祖师知道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，便以此为契机，将悟空赶出师门。最终，无论是太上老君还是如来佛祖，他们通过菩提祖师这一形象，展现了超越世俗的智慧和慈悲。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参与一时的盛会，而在于指导和激励所有生灵走向更广阔的道路，实现自我超越和灵魂的解脱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菩提祖师的缺席，正是对这种超越的最好诠释，也是对所有修行者最深刻的启示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